在一处老宅子里，一个风骚的男人手持小刀，在手臂上划了一个大大的 T 字，一副哪个骚年不思春的表情。他喜欢上了一名叫塔尼亚的姑娘。此时，一只喵星人正在院子前进，窗子上一个女人静静看着，神情紧张。喵星人被女人放置在捕兽架上的诱饵吸引，结果猫咪躲过致命一击，这让女人非常失望。那她为什么要对可爱的喵星人下手呢？因为女人和男人都是嗜血夜魔，靠吸食人类的精气为生，而喵星人作为地狱守门者是他们的天敌。听着男人安慰的语气，女人这才平复一下心情。骚男邀请女人跳舞，女人心不在焉，嘴上说不要，却跳得挺嗨，看似一对情侣，结果却是母子。骚男名叫杰克，这天他正在猎捕食物，而他面前站着的中年男人是他的校长。只见他抓起校长的手，猛地一转，等校长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整只手已经被扭断了。校长看着自己血淋淋的手，吓得尖叫起来。再一看，面前的杰克不知何时已经变了一副模样。校长赶紧拔腿就跑，穿过草地，越过沼泽，趟过小溪，不要命似的飞奔着，一路来到丛林里。结果杰克不费吹灰之力就追上了校长，吓得不行，赶紧转回头去，结果头一扭，看到正面是一棵树，然后就撞晕了过去。杰克开始疯狂地啃咬起来，不到半小时就把200斤的校长啃食殆尽。吃饱喝足的杰克重新开车上路，刚享用完一顿大餐的他十分的满足，不知不觉就超速了。此时在路边执勤的交警大胖正在和自己的小猫咪玩得不亦乐乎，突然一股强风穿过，他转头看去，是一辆蓝色的跑车。大胖赶紧发动车子，准备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飙车族。正在风驰电掣的杰克看到后视镜里紧追不舍的警车，更是嚣张的直接加大油门，在马路上更快的飞驰起来。突然杰克转了一个方向，大胖也跟着转动方向盘，结果迎面驶来一辆大卡车，幸好大胖及时躲避，这才躲过一劫。杰克看着身后的动静，得意地笑了，一路猛踩油门。面前突然出现一辆校车，学生们排成长队，正在过马路。交警看到飞速驶来的杰克，举手示意他停下。可丧心病狂的杰克哪里会管这些？他依旧没有放松脚底的力度，反而还把油门直接踩到底，用最快的速度往前冲去。幸好在最后一刻，交警及时把马路上落单的小女孩抱起，大胖紧随其后，但他不能停下。这个飞车党简直就是自己见过最嚣张的了，必须要抓到他，好好给他一个教训。杰克有意戏弄大胖，于是他放慢了速度，大胖赶紧追上，打开窗户对着杰克大喊让他停下。杰克则脸上带戏谑的笑容，不紧不慢地看着大胖，直到大胖的小猫出现在窗外，杰克一下子就变了脸。看着他可怕的模样，大胖愣住了，原来这是一个怪物。大胖继续猛追，杰克在一个拐弯处加速，停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后，立刻将车子隐身，这是他们独有的技能，能让自己和周围的物体隐形。等大胖赶来的时候，看到面前空无一人，以为自己跟丢了，他失望极了。就在大胖感慨的时候，车内的小猫咪却待不住了，只有他可以看到杰克的存在，仿佛在说别他妈躲了，老子看到你了。可铲屎的还是将车开走了。等警车离开以后，杰克又出现在了空气中，这次将车变成了红色，扬长而去。杰克回到家，母亲已经等了很久了，结果发现杰克空手而归，他气得不行，直接就是几个大嘴巴子，再喝不到处女血，自己就要被饿死了。这对狗男女来到古墓园里准备打扑克，理由是那里很安静。可女人没有想到的是，眼前这个英俊潇洒的男人却是个妖怪。两人进行到一半，女孩就感觉到不对劲，她似乎没有办法呼吸了。原来是杰克在吸她的元气。坦尼亚起身想要逃跑，却被杰克一把抓住。挣扎中，坦尼亚一巴掌甩过去，直接就把杰克的脸甩出3条血痕。杰克怒了，打人不打脸，接人不揭短，他一把将坦尼亚推倒在地，准备吃掉这个女孩。原来杰克在学校里对坦尼亚一见钟情，可没想到母亲也看上了这个女孩，她要喝这个女孩的处女之血。于是杰克开始勾引她，几句话就把她撩拨的心神荡漾。上课时更是被杰克的发言迷得神魂颠倒，频频暗送秋波，动不动就咬嘴唇，太好懂了。但撩妹光靠帅还不行，还得有一辆豪车，这样才能送女神回家，好更进一步。这天杰克把坦尼亚约出去野餐，结果坦尼亚顺路直接就来到杰克家。杰克本不想伤害坦尼亚，可母亲却一再施压，杰克没有办法，只能让坦尼亚进了家中。刚一进门，坦尼亚就被眼前精美的雕像所吸引，丝毫没有注意到杰克的母亲手里拿着一把剪刀，正在向自己靠近。突然坦尼亚转过身，被眼前的大剪刀子吓了一跳。老女人笑了，越过坦尼亚走到身后的花瓶前，她剪下一朵玫瑰戴在坦尼亚
的头上。刚刚还很害怕的坦尼亚一下子就放松下来，两人告别老女人，直接来到了郊外的古墓园。坦尼亚又开始咬下唇了，二人直接开啃。进行到一半，坦尼亚就发现不对劲，最终似乎正在吸取他的元气。他想要逃，却根本不是杰克的对手。杰克把坦尼亚压在身下，结果由于太兴奋，一下子就露出了真面目。坦尼亚看着眼前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妖怪，吓得脸色瞬间煞白。杰克才不管那么多，低下头继续吸，越吸越兴奋。坦尼亚找准时机，捡起一旁的相机，往杰克头上狠狠砸去。看着头破血流倒在一旁的杰克，坦尼亚继续作死。他慢慢的走过去，想要查看杰克的情况，结果坦尼亚又放倒，他看到手边有一个锥子，顺手捡起，直插向杰克的眼睛，瞬间血柱喷涌而出。杰克吃痛放开了他，但很快又站起身。坦尼亚又是狠狠一甩，把杰克撂倒，然后拔腿逃跑。冤家路窄，大胖驾驶警车路过古墓园外，看到停在大门外的那辆熟悉的蓝色跑车，正感到奇怪的时候，坦尼亚冲了出来，慌张地向大胖求救。大胖光顾着安抚女孩，结果被杰克从身后偷袭，直接被刺穿了大动脉。坦尼亚躲进车里，却被杰克一把拽出来。就在挣扎的时候，一旁奄奄一息的大胖捡起地上的枪，艰难地站起身，对着杰克的后背狠狠开了一枪。杰克愣了一秒，转过头发现大胖没有死透，直接上前给了大胖最后一击。就在杰克欲再对坦尼亚下手时，突然一声霸气的吼叫引起了他的注意，给老子放开那个妹子！小猫突然扑了上来，死死地缠住杰克的脖子，对着他的脸一顿猛啃猛咬。杰克不停地惨叫，还开始冒烟。坦尼亚看着眼前这血腥残忍的一幕，吓得呆住了。他赶紧缓过神，拨通警车上的电话，可救援队伍还没有来得及赶到现场，杰克就甩掉猫咪，开车逃离了现场。而喵星人走到了大胖身边，在早已没有心跳的胸口上用爪子拨弄几下，低沉地叫唤了几声，便静静地趴在曾经的搭档身上，就这么陪伴着他。而这时候，老女人正在家里准备晚餐，她等着儿子杰克把最大的主食，也就是坦尼亚带回家。结果美食没有等到，等来的却是浑身血迹斑斑的儿子。就在老女人为杰克疗伤的时候，一大队警察出现在屋外，老女人赶紧为自己和儿子隐身。等警察闯进屋子的时候，一个人影都没有看到，却发现屋外有一大堆的野猫，还放了不少的兽夹。警察们推测，杰克这是畏罪潜逃了。夜黑风高杀人夜，两个警员守在屋外，忽然听到一阵声音，他们警惕起来，可半天没有看见一个人影，还以为是风声。结果两人刚转过身，身后突然窜出一个女人，老女人双手打在两个警员的脖子上，稍微一用力，两个警员就领了盒饭。与此同时，坦尼亚被警察护送回家，此时他正在浴室里洗澡，突然一个黑影渐渐靠近。坦尼亚被吓得一激灵，还好只是个噩梦。自从经历了白天那场糟心的约会后，他便一直心神不宁，总感觉有大事要发生。果不其然，门铃响了，出现在门外的老女人手捧着一束玫瑰花。开门的父亲被砸一花瓶就领便当了，还在蹭饭的警察闻声赶到，结果被老女人轻轻一推，就是一个大屁墩。这警官除了吃还能干啥？母亲拿起棍子想要为丈夫报仇，却被老女人直接扔出窗外。一直在房间里的坦尼亚听到动静跑下楼，看到浑身是血躺在地上的父亲，正不知所措时，就被老女人一把抓起，两人厮打起来。坦尼亚一巴掌又把老女人的脸撕破了，老女人怒了，一拳把坦尼亚击晕在地。这时警察从昏迷之中醒来，他拿起枪朝着老女人的方向开火，结果不知道是太紧张害怕，还是枪法过于一言难尽，一连开了几枪，全部没个准头，到最后子弹没了，才慌张的开溜了。警察来到客厅打电话求助，没想到老女人不知不觉绕到警察身后，拿起桌上的玉米往警察的背部猛地一捅，一脸陶醉，估计是影史上第一个被玉米棒棒捅死的人。接到电话的警局赶紧派出人马赶到坦尼亚家，正好碰上把坦尼亚往外拖的老女人。警察上前制止，被老女人直接一口咬掉了手指。老女人擦擦嘴边的血，一手扛着坦尼亚，一手举着枪和赶来的警察对峙，随便开出2枪就把警车引爆。一个不幸的警察成了火球，老女人则得意洋洋地驱车离去。她要把这个害死自己儿子的美妞带回家。寂静的街道，之前那个死去的警察大胖的猫咪带团来刷英雄副本了，后面跟随着数不清的队友。老女人刚到家就发现情况不妙，
成千上百只野猫团团围住房屋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闭眼猛踩油门，直接连人带车冲进屋。老女人拖着挣扎的坦尼亚来到杰克的床前，本以为杰克已经死了，结果他突然坐起身，变得更加的可怕。坦尼亚被吓得魂不附体，却根本没有力气挣扎。眼看着杰克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怪兽，张着血盆大口就要吃了自己。坦尼亚全身瘫软，没有力气挣扎，只能让杰克吸取自己的元气。就在这时，警察和一大群猫咪闯进了屋子，并发出了愤怒的咆哮，直接飞扑到老女人的身上。警察开了一枪，精准命中，结果老女人不但没有死，反而变得更加可怕。警察见状，拉起一旁已经被吓得失魂的坦尼亚走出房屋。杰克半路杀出，警察当场毙命。坦尼亚赶紧跳进警车，正准备发动的时候，杰克蠕动着身体，在车窗上蠕动着身体，车玻璃被击碎。杰克的手伸进车内，关键时候，另一个警察甩出手里的长钩，成功吸引了杰克的注意。他走过去，把警察一个扛起，摔下。眼看着没有了救兵，坦尼亚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杰克回到车前，却被一拥而上的野猫们团团围住，撕咬殆尽。老女人也被喵星人围殴，抓出了火花。老女人身体各处被点燃，在火光中，坦尼亚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老女人惨叫越来越弱，直到再无声息。躲在车里的坦尼亚惊魂未定，突然旁边一声喊叫，吓了他一跳。铲屎的，你没事吧？坦尼亚把小猫抱在怀里，他知道是小猫解救了自己。本片是血液魔源于斯蒂芬金的同名小说，上映于1992年。故事简单通俗，但吸引人，演员表演到位真诚，特效水平也说得过去，还是值得回味的。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